书堂夜话，开卷有聊。我是老陈，陪你翻翻书、吹吹水的大叔。我是婉婉，你的伴读小书童啊。婉婉啊，我问你一个事情哦，你有没有试过去面试一份工，连坐都没坐下来，人家看你一眼就叫你回去的？哈，有啊，我朋友就遇过诶，履历都没翻开，面试官看了一下就说我们再通知你，然后当然就没有然后了嘛。对，就是这种，你能力怎样，做过什么，人家根本不管，一眼就替你决定了。而且今天我们真正想聊的，不只是这一下有多不公平，是当工作没了，别人又先判定你不行。一个人到底要靠什么，才不会连自己的日子都一起散掉？超不公平的，那到底是在筛什么啦？我跟你讲，美国有经济学家做过调查，他们把什么学历啊、年纪啊、做过几年工都拿进去比对，你猜怎样？长相如果被人家打低分，薪水会比普通人少5%到10%，而且啊，被扣掉的那一截，往往比长得好看带来的加分还大。男女都会受到影响，男性的数据甚至略明显一些，而且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用职业类别解释。天哪，这也就是说，你长什么样子，这种根本跟工作能力没关系的东西，真的会害你被刷掉哦。这也太衰了吧！没错咯，另外还有一项英国的长期追踪研究，如果小孩在7岁和11岁的时候就被人家觉得长相普通，长大后薪水会比较少，等于你还是小孩的时候，这笔烂账就开始记了。也太扯了吧，那这跟能力完全无关呢。是啊，好，就讲书里那个叫陈平安的少年啦，才14岁，父母就不在了。他本来在窑厂烧瓷器找口饭吃，哪里知道那个官窑一夜之间被朝廷封掉。等一下，整个说关就关哦，那不就是现在整间公司突然倒掉，或者整个部门直接被砍掉的感觉吗？说关就关，这种效率你不觉得很眼熟吗？哎呦，麦克风还开着嘞。是。网络上有句话怎么讲？懂的都懂。好，不讲了，反正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咯，根本不是你做错什么，上面一个决定，你的饭碗就直接没了。饭碗砸了怎么办？只能想办法活啊。他那时候就靠一点微薄的积蓄勉强撑着，后来听说几条街外来了个外乡铁匠在收学徒，虽然不给工钱，但至少包吃。他想都不想就跑去试了。结果呢，那个铁匠斜着眼瞥他一下，直接把他赶出门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，他又没做错什么，力气也不小啊。是啊，他力气不小，烧瓷拉坯好几年练出来的底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，但那铁匠就是不要。陈平安出来以后，心里纳闷了一句，打铁这门活，难道是看面相好坏的咩？他什么都没说，把这句话吞进肚子里，就继续过日子了。这个跟你刚才讲的那个研究根本一模一样长相、出身，那种跟你本事没关系的东西，真的在替你关门。对，你抓到了。而且你想想看哦，窑被封这件事，今天也在发生。你看啊，像我最近看一份国际劳工组织跟波兰 NASK 2025年的报告，说全球大概有1/4的工作会被 AI 影响到。不过啊，他讲的不是大家都要失业，是说这些工作会被重新拆分，机器做掉一部分，剩下只有人能做的那部分留下来，是转型，不是被替代。所以就像陈平安打工的窑被封，不是他手艺烂，
是整块地在移动吗？对啊，你被行业淘汰，很多时候不是你不行，是整个行当在变。AI 时代的活法，也不是手艺没用了就完了，是手艺会变样，你得跟着重新摸清楚自己剩下哪块是机器抢不走的。陈平安后来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后来做什么了？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。我们先说更扯的，他还有个邻居叫宋吉星。那天晚上，陈平安在院子里练拉坯，宋吉星蹲在墙头上，那墙很矮，他踮脚就看得到，偏偏喜欢蹲上去居高临下的讲话。这种人超讨厌的耶，故意的吧？是很讨人厌。宋吉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断定陈平安出身寒微，这辈子和下辈子都翻不了身。这已经不是骂人了耶，他是在直接替陈平安的人生判死刑。所以陈平安后来做了什么？没有，陈平安什么都没做，也默不作声。我如果是他，我应该会直接跟他吵起来。这样讲好啦，我觉得这里最狠的不是骂人，是那种替你的人生盖章的感觉。他不是跟你吵架，他是很笃定的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对耶，就像有人跟你说，你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你这个学历不可能进这种公司，那种不是在攻击你，是在替你判死刑的感觉。你说对了，那我们遇到这种话怎么办？婉婉，你先讲，年轻人被当面盖章你不行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说实话哦，我觉得年轻时候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想证明给他看嘛，就是你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后悔说这种话。可是后来我慢慢觉得，你一直想证明给那个人看，其实等于还把他的打分背在身上嘞，不如直接把他从评审席赶下去，你自己往前走就好。我们这个年纪看法就不太一样了。我年轻时也想证明给人看，后来发现你证明给他看，他也不一定会改口。那种人根本不在乎你后来变怎样，所以到后面，重点不是他怎么看你，是你自己还站不站得住。所以陈平安后来做的那个事情是有故事的。对着空气练拉坯，这一段是我对这本书印象相当深的地方。当晚，他一个人回到院子里，眼睛闭起来，手伸出来，就这样在空气里假装自己在拉坯。没有转盘，没有工作台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凭空在那边练。手酸了就停下来甩甩手，然后再继续。就这样一直练，一直练，练到整个人完全没力了才停下来。而且这门手艺书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这辈子都未必用得上的。那他练这个到底是干嘛？用不上还练？这就是重点。有一个实验，捷克一间大学做的，他们先让人焦虑，然后观察这些人的行为，结果发现人越焦虑，就越会自己去做那种重复的，甚至对完成任务根本不必要的动作。这项结果可以拿心理学里的心理伤来理解，讲白一点，就是人一慌，就会想躲回那个自己熟悉的、能够掌控的地方，这样心里才踏实一点。所以他不是在发神经，也不是在瞎忙哦，他是靠本能在帮自己造一个心里有底的小世界。对啊，你抓到重点了。我的想法是，作者让他练的偏偏是一门用不上的手艺。重点根本不在手艺有没有用，重点是我还能自己决定今天做点什么这件事。修行的人讲一个意思，叫借假修真。手艺是假的，这辈子未必用得上，但借着这件事
把心稳住，那个才是真的。我突然有点鼻酸呢，就是他什么都没有了嘛，被赶出来，被看不起，被人当面判死刑，可是他还是每天给自己安排一件事做。你会鼻酸是应该的，你想想看哦，他那个时候才10几岁，没有师傅，没有大人，没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做才熬得过去，是他自己想出来的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他没有给自己排拉坯这件事会怎样？1天不练，2天不练，最后废掉的不是拉坯这门手艺，是他这个人。这个我不是随便讲的。1931年，奥地利有个叫马林塔尔的小镇，一家大厂倒闭，大多数家庭陷入长期失业。社会学家追踪了400多户家庭，发现失业者最先垮掉的不是肚子，是时间感。日子没有形状了，不知道今天星期几，整个人越来越麻木。有个失业者的时间表上只写了一句：反正中午又到了。天哪，反正中午又到了，这句话好可怕哦。对，后来他们提炼出来一个道理，上班这件事除了给你钱，他还会偷偷帮你把日子切成一格一格，几点开工，几点吃饭，几点收工。你平常不觉得，等哪天格子没了，你才发现整个人的日子粘成一团，散掉了。所以陈平安每天固定闭眼练拉坯，练到力竭才停。他不是在练手艺，他是在给散掉的日子重新画格子。所以他的拉坯就是他的时间结构哦。就像有些人被裁员之后，还是每天7点起床，把被子叠好，不是因为有人要求，是自己给自己的。你讲到一个我很有感触的事情，婉婉啊，你觉得明天起不用上班了，你还能不能7点起床，把被子叠好？当没人给你排日程的时候，你自己给不给自己排？我不确定耶，我觉得年轻人第1个礼拜可能还行，第2个礼拜就开始熬夜，中午才起床，然后整个人就垮掉了。我自己的体会，尤其是钱这块，年轻时要给未来的自己留条后路，拿到薪水就分出一部分来投资，每个月固定丢一点进去，买点有股息的基金或 ETF， 放着长期不动，就当作储蓄。不是叫你去炒股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，没有专业知识千万别去炒，等哪天真的出问题，它就是让你能安心7点起床叠被子的底气。可是老陈，我薪水就那么点呢，房租、水电、吃饭扣完，哪有的存啦？我懂，所以不是规定你每个月一定要存多少，每个月哪怕丢个几百块，10年下来也是一笔。当然这种事没有一定的，投进去也可能会亏钱，看的是长期。你讲的有道理耶，我回去认真想一下。最后还有一个我要说的，陈平安练完拉坯回到屋里，躺在硬板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小声念了一句话：岁岁平安，岁岁安，岁岁平安，岁岁平安。他在念自己的名字，是在提醒自己我在吗？没错，陈平安在提醒自己，我还在，我还活着。屋子破，日子破，至少自己没有破。自己没有破。我以后遇到那种全世界都在否定我的时候，也会试试看，先不管别人怎么讲，给自己每天安排一件事做，然后睡前跟自己说一句，我还在。没错，就是不要给自己散掉、破掉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哦。
你们如果听完觉得有被戳到，记得帮我们按订阅、开小铃铛啦！也留言告诉我们，假如明天突然不用上班，你会替自己保留哪一件每天一定要做的事？这个问题我也想听听大家怎么回答。下一期我们聊聊上位者的傲慢，他为什么连看都不看你？这个题目我超有感觉的耶！我们下期见啦！